菜花回来找你，第二次是梅毒，8-9个月之后得梅毒，所以显然你的卫教没有成功。请问一下，你们碰到天菜，然后对方要求不戴套，你们会答应吗？Hello， 欢迎来到这一集的跟老师上床，我是你们陈老师。今天的来宾是王主任。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联合院昆明院区的王建纯医师。这是一个同志频道，每次老师找来宾坐在床上纯聊天。今天真的主任是非常忙的一个医生，你平常要看诊，对不对？对。还要处理院里面的一些行政的问题，还要去各个学校演讲，还参加什么医学检讨会。不过我们同志真的有好多关于性病的问题，想要问一下主任。你请问一下，你从事性病治疗有多久的时间啊？性病治疗应该10几年了吧？我问的很不专业，但是大家懂我的意思。如果你们去昆明院区的话，看到王主任的诊，你们就会看到他本人。你在这么多年来啊，你有没有遇到什么可以提供给我们观众朋友们的一些案例，让他们比较小心他们平常的生活？因为呢，其实性病这个知识，其实老师学校是不会教的。好，那如果说其实像同志相关的东西，其实学校正规教育其实是不会教的，所以有些人都是网络上听来的，或是听朋友的，也不见得是一个很正确的知识这样子。那我们对于性病的预防，就是说其实要全程使用保险套，还有就是只要口腔或是这些生殖器的一些体液分泌物的接触，都是有可能会传染的。我觉得学校老师有教啦，就是同学们应该知道什么艾滋啊、淋病啊、梅毒什么，他们大概都知道，但是真正的什么传染管道或者症状什么，大家可能没有这么清楚。我先讲一个看我蛮久的个案哈，那他看我一开始其实是大一的学生哈，那他一开始是我们有讲所谓叫生殖器的疣，一般我们俗称叫菜花，那它是长在肛门周围这样子。菜花等一下不是阴茎上会长吗？其实接触的地方就会长这样，全身都可能会长，不管是生殖器前面、后面，或者是说口腔周围，其实只要接触都有可能会长的。那所以这个病人来看你的时候，当时他是肛门旁边长的菜花。对，那我们就帮他处理。但是他其实来我们医院，他如果是一个新感染的，不管是得什么性病，其实我们都是会帮他做卫教，去跟他讲这些性病的相关的一些卫教知识。可是很多感染到菜花人，他就说他去三温暖做到什么干东西，或用了旅馆的毛巾得了，请问这样是有可能的吗？菜花当然是直接的皮肤亲密接触传染，那你说要间接，这个可能几率相对其实是比较低的。所以你看到的案例通常都是有这个，可是他们也许认为不太敢讲，因为这有点丢脸。而且第一个，其实菜花潜伏期是比较长的，我可能接触完后，平均大概2-3个月，也可能到半年之后才发病，你比较难去回想说你到底是什么时候接触被传染的。这个第一个，这个是疾病的潜伏比较长，像是淋病好了，可能接触完后几天你就有症状，这个你比较容易回忆说你可能是跟谁接触传染，但是菜花潜伏太长了。所以这个大学生来找你，他感染了菜花，然后你说你给他卫教，就叫他全程要使用保险套。我们就跟他做治疗哈，然后我们同时也帮他做梅毒跟艾滋的筛检，这些其他性病筛检。那他就是只有菜花的问题，我们就帮他做治疗。那梅毒跟艾滋就是我们有同步帮他做筛检，然后是正常的。对，8-9个月之后呢，他突然身上起红疹，好，然后他有发烧的情形，那我们又再帮他筛检，结果他就得到了梅毒了。对，就是其实梅毒会起疹子哈，但是梅毒起疹子已经到2期梅毒了，所以他可能接触完后的几个礼拜1-2个月才会出现。梅毒的1期症状是什么？生殖器周围会有一些溃疡，一些无痛性的溃疡。对，有一些伤口存在。反正所以大家如果在生殖器或什么接触地方看到有什么异状的话，就应该尽快去找医生，是这个意思吗？对，但是因为它不会痛，有时候隔一段时间他自己也会好，所以有些人会不以为意这样子。但是这个1期的症状不是每个人都会出现所以有些人也就会忽略掉，没有明显症状叫潜伏性梅毒也有可能，所以我们才会告诉个案说，其实如果不安全的接触，其实都是应该要做筛检的。可是我们一般去医院筛检的话，通常都检查艾滋病比较多，所以你要怎么跟那个院方讲说我要做什么什么的筛检一般如果说无症状，我们其实会做艾滋快筛的话，我们会扎手指滴血或者是验口水，那这个快筛就只会有验艾滋那如果梅毒，一般我们是要额外再抽血，在某几家医院是可以抽血额外再做梅毒的检查。
OK， 所以这个弟弟后来回来，他是第一次是菜花回来找你，第二次是梅毒，大概8-9个月之后得梅毒，所以显然你的卫教没有成功。确实，对他我们有卫教他，但是他有时候我觉得年轻啊，有时候讲话他也听不进去，他可能碰到觉得他这个是天才这样子，然后如果对方要求不要戴保险套，他可能也觉得还 OK 这样子。好，问一下各位观众朋友们，请问一下，你们碰到天菜，然后对方要求不戴套，你们会答应吗？有些人有性病是看不出来的，如果看对方有病，你会跟他发生关系吗？应该是不会。但是对，看到他溃疡的话，我怎么可能会放进去？但是大部分性病有可能是没症状的，所以当下你可能不会觉得对方有什么异常。菜花我们是看得见的吗？如果他已经长出来颗粒是看得见的所以有可能是没有颗粒的人，他可能只有病毒存在，但是他本身没有病灶存在啊，是有可能。颗粒是长在哪里哈？长在接触的地方啊。所以特别是大家如果在三温暖什么地方约到人，那就是黑黑暗暗的话，像这些你连看都看不清楚。对，所以大家真的要多小心。不过菜花是可以打 HPV 疫苗去做预防的，对，是要在完全没有接触到这病毒前打才有用，对不对？如果是这样，当然是最好。所以劝大家，如果你知道爱出去玩的话，就打一下。虽然花蛮多钱的，可是是值得的。我觉得这个是疫苗，就是一种保护的方式。大学生的故事已经讲完了吗？还没讲完，还没讲完。他这个梅毒，我们帮他治疗之后，但是他得发烧的状况持续1周到2周，那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个比较不寻常，我们叫不明热。后来再帮他做 HIV 的筛检，他 HIV 就变阳性，就变阳转了。所以他等于从菜花又得到梅毒，又得到了 HIV 这样子。他这个时候大概只有20岁左右吧，我的老天爷啊！所以这样，那还要再进行什么样的卫教吗？我这样卫教他不要去传给别人。觉得小男生比较不了解，可能不知道保护自己。我觉得讲小男生有点，他真的已经20岁，已经大学生了呢。大学生没错啊，但是我觉得在我们看起来就是一个小男生啊。你看起来我们看起来他是个小男生啦，对啊。可是，一般去找你看诊的人，应该都像我们这个中年人比较多吧？20岁已经很年轻了吧？不会再还有更年轻的吗？有啊，我们当然有碰到更年轻的未成年的青少年，16岁、17岁，我们都有碰到。他们这样自己敢去看医生哦？有问题，他们不舒服还是会来看呐。OK， 对，就如果是对一个未成年的，就是18岁以下的人看医生，不需要家长陪同，对不对？理论上应该是要青少年去看性病，应该要家长陪同。OK， 那如果他单独来，其实我们会有请社工再跟他谈哈，因为青少年我们还会去询问这到底是不是符合他自己意愿跟人家发生性行为，所以会有这样的议题，所以我们会请社工跟这些青少年做一些咨商。OK， 一个16岁小男生他也是感染 HIV， 对。我目前的最年轻的个案是16岁这样。哇 ，HIV 在近年，因为我知道推广 PrEP 啦什么的，年轻人也比较有意识之后，应该在台湾感染率这几年有下降吧？是，这几年除了说我们筛出感染者，请他们赶快服药做治疗，病毒控制好，就比较不会传染给别人。对 ，U 等于 U 的关系，这个大家都知道。治疗就是一种预防，那没有感染的人就是推广吃 PrEP。CDC 有公费计划，尽量在做推广。经费有限，还不是很多人都可以吃到这个 PrEP 药，你可以考虑是自己自费去做服用。蛮多朋友去泰国玩，应该取得这个药物的管道应该不是困难嘛。理论上这是应该要处方签，不过某些诊所他们其实是可以做这个筛检服务，也可以提供药物的购买。对 ，OK， 然后泰国好像也有红十字会吧，这个我好像有听过，我知道他们也可以提供这样的管道去做筛检跟药物的购买。希望大家多照顾自己的身体啦。今天因为请王主任来这边，时间也没有很多，所以可能也不能谈过太深入。但是我觉得吃 PrEP 是保护自己的方法。昆明院区也是一个台北市能够提供公费计划的一个地方。是，所以大家可以多问问，好不好？就离你家比较近啦，哪个医生你比较信赖，或什么，选一个比较适合你的医生去。现在 CDC 其实很推广 PrEP， 其实大家在网站上都可以查目前 PrEP 的一些可以提供的一些医疗院所。听说还有一个新的药物叫做 Docipep， 就是事后丸。PrEP 是事前的预防投药，那 Docipep 是事后发生的不安全接触之后呢，吃这个叫 Doxycycline 的这个药物，尽量在24小时内吃，最好不要超过3天，可以降低梅毒跟 P 菌的感染，但是淋病可能它会有抗药性的问题，可以
所以在台湾来讲，可能对于这个淋病是没有效果的。一般来说 Tosipep 好像在一般的药局就可以买得到了。其实这个药不难取得啦，不过理论上这个药应该是抗生素，它还是一个处方用药。如果您只有听过，其实不了解，应该还是要跟医疗人员咨询之后，然后再看这个药物怎么吃，再去取得这个药物。希望各位同志们多注意的健康。虽然现在药物已经比我们年轻的时候已经好了很多了，有更多的选择，特别是跟陌生人约会的话，还是要全程使用保险套，是保护自己最好的方式。希望各位喜欢今天节目内容，喜欢的话不要忘记帮老师订阅、按赞、分享。每个礼拜都有直播，小铃铛按下去给我一点鼓励，我也会回答你们所有的留言。现在老师要跟王医生玩个游戏了，考验你老师。考验你老师，现在王医生要问我一些问题，看我有没有这样的知识。那刚刚问我说，我只有口交而已，我会得性病吗？是会。刚刚我们内容中有讲过，好像会得，像那个什么菜花嘴巴也会得啊，还有淋病可能嘴巴会不会得啊？会啊。哦，我的天哪！所以会。只要接触到了淋病性尿道炎、淋病性咽喉炎是会得的啊，淋病性直肠炎、淋病性阴道炎，只要接触的地方都是会得的。所以大家不要认为说帮人家服务一下就不会得，还是会得的。喉咙还是会感染的。我吃 PrEP 就 OK 啦，我就无套，很放心了，我也不用抽血做检查，这样对吗？吃 PrEP 防艾滋应该是很牢靠的吧？可是其他的都防不到啊。对，第一个PrEP 我有点会比喻说它有点类似像事前避孕药 ，PrEP 的预防效果可能大概90%左右，从来没人说100%哦，才90%哦。90%已经很好了，只有防艾滋不防其他。对，这我知道，这我知道。那我已经得菜花了，还可以打 HPV 疫苗吗？你可以打，可是没有用啊，爸。我们疫苗不是预防，对不对？那我已经得菜花了，其实就不是预防了。不过我们菜花的 HPV 是第6型跟11型，哈，那你还可以预防其他没有感染过的型。还有另外国外有些研究说，我得过菜花再打疫苗，它比较不会再复发。哇，真的学到好多哦！同志朋友们都爱自己一点，不是同志朋友们都爱同志一点。我相信世界会更好。谢谢观赏，拜拜。今天他下午就参加一个医学检讨会，然后还要把他挖来，真是非常谢谢主任来这边。好，所以那没起。你知道你做了以后就会得淋病跟梅毒，你要做吗？你会建议大家去吃 Tosipep 吗？是要提醒大家说，不管是 PrEP 或是 Tosipep 的预防都不是100%。国外现在有1个月打1针的那个 PrEP 啊，台湾有打算要进这个吗？有了，在去年年底吧，台湾已经取得药证了，就等于厂商进药的话，这样是可以用来作为注射针剂啊，作为 PrEP 使用。